黑洞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会把一切吞进去，而是它周围那片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本身就可能在发光、旋转、撕裂、加速，甚至悄悄改写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这一期我们看一看，宇宙里最极端的环境，为什么远比一个黑色洞口复杂得多？很多人一听到黑洞，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球，像宇宙里开了一个没有底的洞，任何东西靠近都会被吸进去。这个画面有一点对，但远远不够。严格说，黑洞不是一颗普通意义上的天体表面，它更像是时空被极端质量压弯之后形成的一片区域。在这片区域里，引力强到连光都无法从某个边界以内逃出来。也正因为如此，黑洞周围会出现很多完全反直觉的现象。时间会变慢，光线会绕弯，物质不会直接掉进去，而是先变成炽热的圆盘，甚至有些物质还会被喷流打到星系之外。黑洞并不是只有一种尺寸，小的恒星级黑洞质量可以是太阳的几倍到几十倍，大的超大质量黑洞可以达到几百万、几亿甚至数百亿个太阳质量。星系中心常常藏着这种庞然大物，它们的事件世界可以大到把行星轨道尺度都包进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个黑洞的事件世界直径又可能只有几十公里。也就是说，黑洞的可怕不只来自质量大，而是来自质量被压进了极小的空间，让时空弯曲到了普通物理直觉很难承受的程度。今天仍在形成的恒星级黑洞，通常来自大质量恒星生命末期的坍缩。一颗大质量恒星年轻的时候，并不是靠硬撑站在那里，而是在两股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一边是引力，把恒星所有物质往中心拉；另一边是恒星核心的核聚变，把氢聚变成氦，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以热和光的形式向外推，刚好抵住向内压的引力，就像一口巨大的锅，锅盖被里面的热气顶住，外面又有一只手往下压。只要两边差不多，恒星就能稳定燃烧很久。可燃料总有用完的时候，当核心里的氢逐渐耗尽，大质量恒星会继续把氦聚变成更重的元素，比如碳、氖、氧、硅。一路往下，核心越来越重，温度和压力也越来越极端。问题出现在铁附近，铁元素继续聚变，不会像前面那样释放能量，反而需要消耗能量。于是恒星内部失去了向外支撑的力量，引力开始占上风，核心在极短时间内坍缩，外层物质猛烈砸向核心，再被反弹和冲击波抛出去。这就是超新星爆发。超新星爆发是宇宙里最壮观的事件之一，它会把大量物质和能量洒向太空，也会制造并散播许多比铁更重的元素。你身体里的某些原子，地球上的某些金属，可能都和远古恒星死亡时的爆发有关。爆发之后剩下什么，要看原本恒星的质量。如果残骸没有达到继续坍缩的条件，可能留下中子星。中子星通常只有20-30公里宽，却能塞进超过太阳质量的物质。可如果质量再大，引力继续压倒一切，我们现有物理描述就会推向极限，黑洞便出现了。当我们看到黑洞照片里那个黑暗圆影时，要记住，那不是黑洞里面的真实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事件世界造成的黑洞阴影。事件世界不是一堵墙，也不是一个能撞上去的壳，而是一条界限。在这条界限以内，向外逃逸所需的速度超过光速。既然光速是局部物理中的速度上限，连光都回不来，那任何普通物质、信号和信息也回不来。黑洞真正内部是什么样，我们无法直接看见。按照广义相对论，
黑洞内部的数学解会走向起点，也就是密度和曲率趋向无限的地方。但这句话要谨慎理解，它不是说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一个无限小的点，而是说目前的理论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极端结果，提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还没有被完全统一。最稳妥的说法是，黑洞中心附近必然存在我们现有物理还不能完整描述的极端状态。所谓起点，更像是理论在提醒我们，旧地图到这里已经画不下去了。事件世界还会改变我们对时间的直觉。站在远处的观察者看一个物体掉向黑洞，会觉得它越靠近事件世界越慢，光也被拉得越来越红，最后逐渐暗下去，好像永远停在边界附近。但对那个正在下落的物体自己来说，如果黑洞足够大，穿过事件世界的瞬间并不一定会有特殊感觉，它的本地时间仍然正常流动。这里没有矛盾，只是两个观察者的时空路径不同。黑洞让我们看到，时间并不是宇宙里统一滴答作响的一之钟。黑洞最早并不是被直接拍到的，很长时间里，它只是广义相对论给出的可能结果。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后不久，卡尔施瓦西就从方程中找到了描述这种极端引力区域的解。后来科学家逐渐意识到，如果某个天体足够紧致，光也逃不出来，那么它在天文学上就会表现得像黑洞。真正让黑洞从数学走向观测的是 X 射线天文学和双星系统。一个经典例子是天鹅座 X1。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在天鹅座方向发现了强烈的 X 射线源，却看不到普通恒星那样对应的可见光天体。后来人们发现那里有一个双星系统，一颗蓝色大质量恒星旁边有一个看不见的紧致天体，正在和它互相绕转。通过轨道运动，科学家可以估算这个看不见天体的质量。早期估算已经超过普通中子星能承受的范围，后来的研究把它确认为最著名的恒星级黑洞候选之一。如今它被认为大约有20个太阳质量量级。黑洞本身不发出可见光，但它周围的物质可以亮得惊人。如果气体、尘埃甚至恒星物质靠近黑洞，它们往往不会像石头掉进井里那样直线落下，而是绕着黑洞旋转，形成一个扁平的吸积盘。吸积盘里的物质彼此摩擦碰撞，被加热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摄氏度，发出强烈的 X 射线和其他辐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见黑洞本身，而是看见黑洞周围被折磨到发光的物质。这也是黑洞环境复杂的第一层。黑洞不是单独存在的黑点，它周围有一个物理剧场，吸积盘会发光，磁场会扭曲，等离子体会运动，引力会弯折光线。那些著名的黑洞照片，明亮环状结构不是黑洞表面，而是黑洞附近物质和光线在强引力下共同形成的影像。事件世界望远镜在2019年公布 M87 星系中心黑洞图像，后来又公布银河系中心人马座 A 星的图像，让人类第一次在事件世界尺度上看见了这些极端环境的影子。可是，如果黑洞连光都不放出来，它会不会永远只增不减？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霍金辐射。1974年，斯蒂芬·霍金提出，黑洞并不一定是完全不向外泄露能量的东西。在量子场论和弯曲时空的框架下，黑洞可以表现得像有温度一样，向外释放极其微弱的热辐射。这个过程非常慢。对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来说，温度远低于今天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几乎不可能被直接探测到。理解霍金辐射，要先把真空这个词想清楚。我们日常说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意思是那里没有空气、
没有尘埃，没有明显的光。但在量子理论里，真空并不等于彻底空白，各种量子场仍然存在，只是处在最低能量状态。你可以把量子场想象成铺满宇宙的无形琴弦，电子、光子、夸克这些粒子，不是漂浮在场外的小球，而是这些场在特定方式下的激发。宇宙看起来像由物质组成，更深一层看，它像由各种场的振动组成。量子场不会完全安静，由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真空中会存在涨落。通俗说法里，人们常把它讲成粒子和反粒子，短暂出现又迅速湮灭。这个画面好理解，但要记住它只是帮助理解的比喻。更严谨地说，量子场的真空状态本身就有可测量的效应。卡西米尔效应就是一个常被提到的例子。当两块导体板距离极近时，边界条件会改变板内外允许存在的量子场模式，从而产生极微小的吸引力。这说明空无一物并不是真的没有结构。黑洞出现以后，事件世界和强烈弯曲的时空会改变量子场的状态。霍金的计算显示，远处观察者会看到黑洞像一个有温度的物体一样发出热辐射。关键不是有粒子从事件世界里面逃出来，里面的东西仍然不能越过事件世界回到外部。更准确的说法是，黑洞形成后的时空背景让外部量子场出现了可以被解释为辐射的成分。这些辐射的能量不是凭空来的，能量账最终由黑洞质量支付。于是黑洞会极其缓慢地损失质量。黑洞越大，霍金辐射越弱；黑洞越小，温度越高，辐射越强。理论上，一个黑洞如果没有继续吞噬外界物质，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后会逐渐蒸发。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如果理论保持成立，它的辐射会越来越强，最终以一次剧烈释放结束。只是对天文黑洞来说，这个时间尺度长得难以想象，远远超过现在宇宙的年龄。所以霍金辐射对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大黑洞更多是理论上的深层窗口，而不是能用望远镜轻易拍下来的光。科学家还在实验室里研究霍金辐射的类比系统，比如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制造声学黑洞，让介质流速超过声速，形成类似事件世界的声学边界。在这种系统里，声波相当于真实黑洞里的光，声波无法逆流逃出某个区域。实验确实观察到与霍金模型相似的辐射和相关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已经直接探测到真实天体黑洞的霍金辐射。它更像是证明霍金数学结构在某些类比系统中非常有生命力。霍金辐射之所以让人震撼，是因为它把黑洞、量子理论、热力学和信息问题绑在一起。黑洞表面面积似乎和熵有关，这让科学家想到一个更深的可能：宇宙某个区域能容纳的信息，也许不是按体积增长，而是和边界面积有关。这就是全息原理相关思想的来源之一。它不是说我们生活在科幻电影里的投影屏幕上，而是说引力、量子信息和时空几何之间可能存在比直觉更深的对应关系。为了继续理解黑洞，我们还要回到相对论。伽利略很早就指出，如果你在一艘匀速行驶、没有窗户、没有颠簸的船舱里做实验，你无法仅凭船舱内部的实验判断自己是在静止还是匀速运动。今天你坐在房间里，好像一动不动，但地球正以大约每小时107000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运行，太阳又带着我们绕银河系中心运动。所谓静止，本来就离不开参考系。爱因斯坦进一步提出等效原理，一个人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如果房间在太空中向上加速，他会感觉自己被压在地板上；
如果它站在地球表面，也会感觉自己被地面拖住。在局部实验中，加速度和引力可以表现得非常相似。由此，爱因斯坦把引力重新理解为时空弯曲，物质和能量告诉时空怎样弯曲，弯曲的时空又告诉物质怎样运动。黑洞就是这个逻辑走到极端的结果。在普通质量附近，时空弯曲很轻微，地球绕太阳，月球绕地球，都可以用这种弯曲来解释。但在黑洞附近，弯曲强到让光线都必须改变路线。你以为光永远走直线，其实光只是沿着局部最自然的路径前进。当时空本身弯了，光的路径也跟着弯。黑洞照片里的亮环，正是光线被强引力弯折后呈现出的结果。我们不是在看一个普通物体，而是在看时空本身怎样改变光的路线。如果黑洞不旋转，情况已经够复杂；如果黑洞旋转，复杂程度还要再上一层。真实宇宙里的天体大多会旋转，黑洞也不例外。旋转黑洞会拖拽周围的时空，这叫参考系拖拽。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漩涡，不只是水在转，连水面上的坐标网格也被带着转。在旋转黑洞附近，空间本身会被拖着一起旋转，靠得越近，这种拖拽越强。旋转黑洞外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叫能层，也常被称为尔格层，它位于事件世界之外。在能层里，你不可能相对于遥远宇宙保持完全静止，因为时空本身被黑洞拖着旋转。你可以往不同方向运动，但你无法彻底不跟着转。这里奇妙的一点是，能层还在事件世界之外，理论上仍然可以逃出去。也就是说，它既属于黑洞极端环境，又不是完全无法返回的区域。罗杰·彭罗斯提出过一个著名设想，叫彭罗斯过程。简单说，如果一个物体进入旋转黑洞的能层，并在那里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落入黑洞，另一部分逃走，那么逃走的部分有可能带走比原来更多的能量。多出来的能量来自黑洞的旋转能，听起来像偷走了黑洞的一点转动，但它符合能量守恒，黑洞因此会失去一部分角动量。这个过程目前更像理论上的物理方案，不是我们明天就能开飞船去执行的工程计划。有些人会把这里讲成黑洞能让我们超光速，这句话需要收紧。相对论并没有被黑洞打破，在任何局部参考系里，物体仍然不能超过光速。真正奇特的是，强引力和旋转时空能让不同参考系之间出现非常反直觉的相对运动。就像宇宙膨胀可以让极远星系彼此远离的速度超过光速，但这不是星系在本地空间中飞得比光还快。黑洞提醒我们，光速限制针对的是局部运动，而时空几何本身可以非常灵活。黑洞附近还有光子球，对不旋转黑洞来说，在事件世界外某个半径附近，光子如果角度刚好，可以绕黑洞一圈又一圈，但这种轨道并不稳定，稍微偏一点就会逃远，或者落入黑洞。光子球不是一个厚厚的壳，而是一种特殊轨道区域。它解释了为什么黑洞附近的影像会如此诡异。你可能看到来自黑洞背后的光被引力绕到你眼前，你看到的方向不一定是光最初出发的方向。现在回到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掉进黑洞到底容易不容易？直觉会说当然容易，黑洞引力那么强，靠近就完了。可真实情况没这么简单。宇宙里的物质很少沿着完美直线正对黑洞中心落下，绝大多数物质本来就带着横向速度，靠近黑洞后会绕起来形成轨道，越靠近中心半径越小，为了守恒角动量，转速越快，就像花样滑冰运动员收回手臂后转得更快。
物质落向黑洞时也会越转越猛。这种角动量让物质不容易直接掉进事件世界，它必须把多余角动量交出去，才会继续向内移动。吸积盘内部的摩擦、磁场湍流、粒子碰撞都在帮助物质重新分配角动量。外层物质得到角动量，可能被推向更远处，内层物质失去角动量，才有机会向黑洞靠近。于是，落入黑洞不是一瞬间的吞咽，而是一场漫长、混乱、炽热的排队过程。吸积盘的能量效率高得惊人，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大约把质量的 0.7% 转化成能量，已经足够照亮地球几十亿年。而黑洞吸积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更高比例的物质净质量转化成辐射，尤其是靠近快速旋转黑洞时，效率会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类星体能亮到压过整个宿主星系。它们不是黑洞本身在发光，而是落向黑洞的物质在最后阶段释放出了极端能量。吸积盘温度可以达到数百万到上千万开尔文。物质在这里不是固体、液体或普通气体，而是高度电离的等离子体。电子和原子核分离，带电粒子在磁场中高速运动，它们发出的 X 射线、紫外线和可见光能跨越宇宙被我们探测到。很多黑洞之所以被发现，不是因为黑，而是因为它们周围太亮。黑洞像一口看不见的深井，井口边缘却被摩擦点燃，亮得让整片宇宙都能看见。更壮观的是喷流，有些活跃黑洞会从两极方向喷出狭窄而猛烈的高速粒子束，速度接近光速，长度可以超过整个星系。M87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就有著名的相对论性喷流，哈勃等望远镜早就观测到它从星系核心伸出。喷流的形成机制还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但主流思路认为吸积盘和旋转黑洞附近的磁场扮演关键角色。磁场像看不见的导轨，把部分物质和能量沿着黑洞自转轴方向甩出去。这里也要说清楚，喷流不是从事件世界内部逃出来的东西，事件世界以内仍然没有返回路线。喷流的物质和辐射来自事件世界外的吸积盘、冕区和强磁场区域。黑洞看似只会吞噬，实际上它周围的环境可以把一部分物质加速后抛向宇宙深处。黑洞本身像一个极端引力发动机，吞噬、加热、扭曲、分流，把周围物质变成宇宙中最亮、最猛烈的现象之一。喷流还有灯塔效应，如果喷流方向正好朝向我们，辐射会因为相对论效应被强烈增强，我们看到的天体就会异常明亮。如果喷流背对我们，它可能很难被发现。宇宙里很多看起来不同的活跃星系核，可能只是同一类系统在不同角度下的表现。换句话说，黑洞环境不仅复杂，观察它们也复杂。你看到的亮不亮、强不强，既取决于它本身，也取决于它把灯光朝向哪里。接下来是超大质量黑洞，几乎每个大型星系中心都可能有一个。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星大约有400万个太阳质量，仙女座中心的黑洞要更重，而一些遥远类星体中心的黑洞可以达到数十亿甚至数百亿个太阳质量。常被引用的 TON 618就是极端超大质量黑洞候选之一，估算质量可达数百亿个太阳质量量级。因为它非常遥远，我们看到的是它在宇宙年轻时期的样子。这会引出一个反常识现象，为什么一些最重的黑洞反而出现在很遥远，也就是很早期的宇宙？答案不是一句话能讲完。首先有观测偏差，越遥远的普通黑洞越难看见，只有最亮的类星体能被我们发现。类星体亮
是因为大量物质正在落入中心黑洞的吸积盘。那些同样巨大但已经安静下来的黑洞，距离一远就很容易藏进黑暗里。于是我们看到的样本本来就偏向最明亮、最活跃的那一批。这叫马尔姆奎斯特偏差。在遥远距离上，亮的东西更容易被发现，暗的东西被漏掉。就像夜里看一座城市，你远远只能看见霓虹灯和高楼灯牌，并不代表那座城市只有这些地方存在。宇宙也是一样，我们能看到远处最亮的类星体，并不等于那里所有黑洞都这么夸张，也不等于近处没有很大的安静黑洞。随着观测技术进步，黑洞质量分布的图景还会继续被修正。第二个原因和早期宇宙环境有关。宇宙年轻时，气体更丰富，星系碰撞和并合也更频繁，中心黑洞更容易得到大量燃料。只要气体失去角动量，落入星系中心，它就能喂养超大质量黑洞，点亮类星体。随着宇宙膨胀，气体被转化为恒星，许多星系可用的冷气体减少，活跃类星体的数量也下降。今天近距离宇宙里没有那么多极端明亮的类星体，不是黑洞消失了，而是很多黑洞进入了相对安静的阶段。椭圆星系里常见非常重的中心黑洞，这也和星系演化有关。椭圆星系往往经历过并合，气体被消耗得比较彻底，新恒星形成活动较弱。过去那些气体可能已经在星系并合和吸积过程中喂大了中心黑洞。螺旋星系像银河系还保留较多气体和尘埃盘，可以继续形成新恒星，但中心黑洞未必处在狂暴进食状态。所以黑洞长多大不只看年龄，还看它有没有燃料，有没有星系碰撞，有没有机制帮气体失去角动量。把这一整条时间线串起来，黑洞环境的复杂性就很清楚了。第一，黑洞的诞生来自大质量恒星坍缩或星系中心长期演化，不是凭空出现的宇宙洞口。第二，事件世界让内部不可见，但外部并不简单。时间膨胀、引力透镜、光子球都会改变我们看到的一切。第三，量子理论告诉我们，黑洞可能通过霍金辐射极其缓慢地损失质量。第四，旋转黑洞会拖拽时空，形成能层，并在理论上允许提取旋转能。第五，吸积盘和喷流让黑洞周围成为宇宙里最亮、最爆裂的区域之一。所以，黑洞不是一个孤零零的黑色圆点，而是一整套极端物理系统。它牵扯恒星演化、广义相对论、量子场、热力学、磁流体、等离子体、星系演化和宇宙学。我们越研究它，越发现吞噬一切只是最表层的形容。真正复杂的是，黑洞周围的空间会像被拧紧的布，光在上面绕行，物质在上面发热，磁场在上面抽出喷流，时间在上面失去我们熟悉的节奏。更重要的是，黑洞并没有把科学推向神秘主义，反而让科学变得更精确。每一个听起来离奇的现象背后都要回到方程、观测和实验。天鹅座 X1 让我们通过双星运动确认看不见的紧致天体，事件世界望远镜让我们看到黑洞阴影， X 射线望远镜让我们追踪吸积盘的高能辐射，引力波探测器让我们听见黑洞并合时搅动时空的声音。黑洞越黑，人类反而越会想办法从它周围的亮光、轨道和波纹里读出答案。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靠近一个黑洞，最危险的可能不是那个黑色边界本身，而是边界外的一切。吸积盘的温度足以把物质变成等离子体，潮汐力可能把物体拉成长条，强辐射会摧毁生命和仪器，磁场和喷流可以把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黑洞像宇宙里最极端的工厂，
它一边吞噬原料，一边释放光，一边扭曲时空，一边把部分物质喷向遥远星系空间。而我们真正还没回答完的问题仍然在最深处：黑洞内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起点？信息落入黑洞后究竟去了哪里？霍金辐射是否携带信息？量子引力会怎样改写世界附近的故事？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最终答案。科学的诚实就在这里，知道的部分要讲清楚，不知道的部分不能装作已经知道。黑洞之所以迷人，不是因为它允许我们随便想象，而是因为它逼着人类承认，宇宙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更好的理论。最后把声音慢下来，黑洞不是宇宙的破洞，而是宇宙规则被推到极限时露出的轮廓。它让恒星死亡后的残骸变成深渊，让空无一物的真空显出量子纹理，让光线改变方向，让时间失去统一节拍，让一片小小的中心区域影响整个星系。我们以为黑洞只是终点，可它周围发生的一切又像是在告诉我们，宇宙最黑的地方往往也是物理最亮的地方。这一期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听到这里还没睡着，可以在评论区留下黑洞，也可以告诉我下次想继续听黑洞的信息悖论、虫洞、类星体，还是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星。关注我，下一期继续把宇宙里最难懂的地方讲成睡前也能慢慢听进去的故事。